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俄罗斯修改了它的北极政策，因为它发布的这份文件呢是2035年俄罗斯联邦北极政策基本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有2点重要的改变。第一呢，就是删去了过去就是北极理事会以及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这样的组织名称。因为过去就是北极的这些国家呢，大约是7、8个他们有一个就是北极相关国家的这么一个理事会，或者是呢就是围绕着巴伦支海这一方向的，就是欧盟的这些国家，或者是欧洲相关国家的这样一个机构组织。就是关于北极的问题呢，他们当时都反对就是非北极的国家插手或者是这个来参与北极的事务。因为北极呢其实和南极一样，它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大家呢都可以使用利用这2块地方。但是呢相关的国家呢想把它们划为己有，所以有这样的国家来组成这样北极理事会。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北极理事会或者是巴伦支北极理事会，他们现在要把俄罗斯排除在外。你比如说特别是把它的军事化，因为这个瑞典呢芬兰呢它要加入北约，那它这2个国家都是属于北极理事会的或者是相关的。他们现在在和美国、加拿大、挪威、丹麦包括冰岛那联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7对1或者是6对1的这么一个比例，就把俄罗斯排除开了。那俄罗斯干脆就是我调整我自己的北极政策，我也不跟你们在一起协商讨论关于北极的这个事务了。因为我们知道去北极这个航线有2个，一个东部的航线，一个西部的航线。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区域里边，实际上俄罗斯它虽然一个国家，但是呢它的这个在北极区域里边的利益非常巨大。还有一个呢，它的控制能力非常强，主要我们讲的是破冰船还有它对北极地区的这些军事管控的能力很强它这个像破冰船，特别是核动力的破冰船，只有它有。那在这个就是地球温度逐步上升，那北极的这个航路开通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它既有经济利益，还有就是国防安全的这种利益。对俄罗斯而言呢，因为北极地区占它的就是俄罗斯北极地区的这一部分的 GDP 大约占到 11%， 大概有 20% 的经贸往来或者是商贸都跟北极地区有关系，所以它对俄罗斯的这种发展和安全经济利益巨大。那现在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美国、加拿大包括这个挪威这个现在又加上就是芬兰和瑞典要加入北约，这就带来一个就是军事化影响了它的经济利益的开发。这样的话呢，就是俄罗斯既然进行了北极就是它这个地区的政策的调整，那对中国而言，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为什么说是机遇呢？因为北极地区它这个理事会除了8个相关的成员国以外，还有很多的观察国，比如说这个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它都是观察国。因为我们将来发展经济实际上是要利用北极航线的，因为走北极航线比你走非洲好望角或者走其他的航线呢，这个路程要近。那你集装箱要是到欧洲去，那可以比如说省1/3的航程，那可以省很多的时间。那你对这个经济发展、经贸往来，这个是有巨大的这个商业利益的。那即使是我们说收过路费就跟咱们通过苏伊士运河，你也要经过过航费。那我走北极这个航线的话，无论是走西部航线、东部航线，无论是经过比如说加拿大美国这个方向，或者是经过俄罗斯这个方向，我给你交这个相关的费用就完了嘛。但是从我整个的发展而言，那还是有利的呀。那对中国本来是我走东西航线都可以，我们本来也是这个北极以外的国家，但是我们考虑到就是北极和南极毕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嘛，所以这个本来是可以和平开发利用的。但现在
你北约的东扩和这种对俄罗斯的挤压，把它军事化或者是这个政治化了啊，你现在用这个来卡着其他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下一步啊，比如说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呀、日本呐、韩国呀，我们应该合作，就是作为观察员的这个身份。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要选边站，而是说要利用北极的和平环境，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航道，来为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服务啊，来为我们的发展服务。所以我觉得呢，它可能下一步面临着一是挑战，就是这个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它是让你选边站的，你跟他站在一边，那可以用这个航道啊，否则的话你就不能用。其实我们和印度都是就是不愿意选边站的，我们是要保持一个中立的，我们是要保持和平和发展的。但是这就是挑战呐，美国要让你选边站呐，加拿大或者北约这些国家让你选边站啊，但俄罗斯呢，干脆现在我退出来，我可以向你们这些中立的国家或者是不选边站的国家开放我的相关的航道。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在这个时候修改了它的北极政策文件之后呢，对就是其他特别是像我们亚洲的国家、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特别是希望利用北极航道的这些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就是如何解决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案，或者是说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怎么选怎么用毕竟北极航道它如果开发出来，特别是在未来的时候有更多的就是这种开放期，因为它有的时候这个结冰的时候比较薄，你的商船或者一般的比如说民船都可以通过，而你真正在这个结冰期里边，那个冰很厚的，你没有破冰船你根本就没法通过那儿的。所以这个一方面呢，是我们要对这种就是装备上因为你的这个船你有没有破冰船，你有没有这种在寒区航行的这种运输船的能力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面对着美国和北约的一种挑战，我们怎么办？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也给我们出了一个考题。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